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莉莉。想吃零食不用出去买了，家里有鸡蛋和面粉就能轻松搞定，不用烤箱。出锅酥脆香甜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大碗中倒入150克普通面粉，再打入1颗鸡蛋，加入35毫升的清水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加入10克食用油，然后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呢，很难揉光滑，尽量多揉一会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醒面半个小时。接着我们再来做油酥，大碗中倒入200克普通面粉，再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5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再加入35克食用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同样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，像这样转着圈的搅拌。最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这个面团呢，很难揉成型，尽量多揉一会。最近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，像这样一个油酥就做好了。然后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醒面半个小时以上。这是醒了半个小时的饼皮，把它取出来，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。醒好的面团是很容易揉光滑的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，在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。再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。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面饼，尽量擀得薄一些。厚度约0.5厘米左右。最后擀成这样厚度的一个长方形面片就可以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把油酥放进来，同样在面板上提前撒上一层干面粉，把油酥放到面粉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，比饼皮呢要厚一些。最后擀成这样厚度的长方形面块就可以。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把刚擀好的饼皮平铺到面板上，再把油酥放到饼皮上，放到饼皮一半的位置就可以。剩下的一半呢，用刀给它切下来。切好后再盖到油酥上。给它整理平整，边缘处要盖到油酥。像这样就可以用手轻轻按扁。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稍微擀一下，给它擀得薄一些，让饼皮把油酥包裹得更加紧实。擀好后，再像我这样，用刀把边缘不规则的部分给它切下来，不要了，4个边都要给它切一下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再像我这样给它切成宽条，宽约2厘米左右，可用擀面杖比着切，这样切出来比较均匀，而且不容易切斜了。
切好后再改刀切成小方块，同样宽约2厘米左右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小方块，像我这样，在2个角给它抹上清水，起到粘合的作用。再把2个角对折过来，给它捏合捏紧实，防止等一下裂开。然后另外一个角也像我这样，先抹上清水，再对折过来，给它捏紧实，尽量捏得紧实一些，这样等一下炸的时候就不会裂开了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，给它做成这样的生胚，依次放到面板上。全部做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。放一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转中小火，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。刚放进来的时候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炸1分钟，给它炸至定型。这里呢，一定要中小火慢慢的炸，千万不要开大火。如果开大火的话，很容易把表皮炸糊了。中间呢还是生的。1分钟后，用筷子翻一下面，每一个鸡蛋酥都给它翻面。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炸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炸至定型。1分钟后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2面都炸至定型，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炸糊了。全程都用中小火慢慢的炸，全程大概需要炸5-6分钟左右，炸至表皮金黄酥脆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用漏勺控油捞出，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鸡蛋酥就做好了，因为它的形状很像核桃，也可以叫它核桃酥。外皮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非常有食欲。鸡蛋酥真的是超级好吃，一入口先是浓郁的蛋香，放凉后会更加的酥脆，口感更是一绝。它那种酥酥脆脆的，轻轻一咬，酥的掉渣，每一口都充满了空气感，既不失扎实，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，一块接着一块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虽然是油炸的，但是中间一点也不吸油，好吃又健康。这样做的鸡蛋酥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以后孩子想吃零食，就不用出去买了，有鸡蛋和面粉就能做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